美国隐藏起来的底牌有多可怕？他们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在和平时期秘密研究一些非常先进的超级武器，直到战争来临时才对外公开。比如全世界第一款隐身战斗机 F-117夜鹰，这架战斗机服役了20年，直到被塞尔维亚击落后，美国才选择对外公布它的存在。在这之前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知道美军竟然拥有这种黑科技战机。如今美军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美国将全球划分为6大战区：南方战区、北方战区、太平洋、印度洋战区、欧洲战区、非洲战区和中央战区。美国海军共有9大部门：大西洋舰队、太平洋舰队、中央指挥部、欧洲舰队、网络战争指挥部、海军预备队、特种作战部、研考部和补给司令部。目前美国公布的核弹总数为5000多枚，而俄罗斯核弹头为6000多枚，两国占据了世界核弹总数90%。1967年，美国拥有核弹为31255枚。美国总统尼克松曾经说过，他们核弹头数量足以毁灭地球10次。听到这话，估计不少国家都感到绝望了。当年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隐瞒了全世界。1945年7月16日凌晨5点30分，美国首次核试验成功。然而近1个月后，直到1945年8月，在日本人的见证下，成功试验了2颗核弹的威力，全世界才知道美国竟然有超级武器。那美国的经济科技强大是怎么来的？一是自己比较发达，二是阻止别人的发展，用别人的发展来维持自己的先进。他们在全球150多个国家驻扎了390个军事基地，结交的老铁就有66个，但是结交的到底是老铁还是老六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美军利用这些基地，在大西洋、印度洋和太平洋周边所有重要地区进行战略控制，并在亚太地区部署了3大岛链。光是3大岛链上部署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，但是这3大岛链不是说强在哪一个岛链上，而是3个岛链环环相扣，形成一条源源不断的远程补给链才是关键。尤其是近年来，美军加大了对关岛基地的建设，还部署了空军 B-52、B-1、B-23款轰炸机和 F-22、F-35这2款5代机，还有5艘俄海勒级战略核潜艇。目前美国一共有12艘核动力航母，每艘航母配48架 F-18大黄蜂、4架鹰眼预警机、4架电子战机、6架 S-3B 固定翼反潜机，再加上9艘排水量超过4万吨的两栖攻击舰，还有180架 F-35战斗机。此外还有80多艘导弹驱逐舰、22艘导弹巡洋舰、3艘隐身导弹驱逐舰、23艘威海战斗舰、68艘包括俄亥俄级、海狼号在内的核潜艇。在加利福尼亚亚州封存了大量的航空母舰、战舰和战机，高达2400多艘。人家随便从仓库里拿出一部分装备，都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美国7大舰队随便拉出来任何一个，就可以抗衡我国海军，打晕俄罗斯海军。这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3艘核动力航母，在这3艘航母的后面还有1艘核动力潜艇。60年前的美国已经拥有了全核舰队，在这个全核舰队当中，有了全世界第1艘核动力航母，全世界第1艘核动力导弹巡洋舰，全世界第1艘核动力导弹驱逐舰，全世界第2艘核动力潜艇海狼号。我们最不能忽视的就是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。整个2战期间，美国15个造船厂同时开工，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，一共下水了150艘航母、1900艘大型军舰和潜艇，平均每7天就能造出1艘航母，4天造出2艘战舰，15分钟造1架飞机，一共生产了35万架飞机，平均40分钟造1辆坦克，数量约15万辆。其恐怖的生产能力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。作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飞机坟场，美国戴维斯蒙山空军基地封存了超过6500架各型航空战机以及运输机，其中不乏 C-5A 和 B-1B 一类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大家伙。美国封存的坦克足以武装整个欧洲。美国陆军大约有7000辆坦克，有3500辆被封存，其中大约有2400辆活跃在全球各地。美国陆军现役坦克的数量相当于10个西欧国家的总和。美国处理坦克的方式基本上有2种，第一种是将退役的出售给其他国家，二是如果坦克已彻底报废，便会直接扔到海里。美军霍桑陆军仓库总面积约840平方公里，比一个新加坡还要大。我国澳门面积仅才32.8平方公里，光是弹药库就有8.4个澳门那么大，总面积有20多个澳门那么大，储存的武器和弹药超过2500吨。当年美军在欧洲战场的作战行动不到1年，消耗弹药就达690万吨，而在太平洋战场，美军歼灭日军约110万，消耗弹药300多万吨，平均每3吨弹药消灭1个日军，堪称奢侈了。现在美军究竟有多少隐藏的秘密武器？这些我们都不知道，至少在没有被发现之前，一切的猜测都只是猜测，根本没有人知道美国是否还隐藏多少超级武器。美军还有一个叫51区的地方，里面可能是空军飞行器秘密研发基地，也可能是核武器实验基地。当年美国的氢弹之父爱德华·泰勒都没有资格进入其中。51区为何如此神秘？